它是最大最强的 MA， 以虚妄的执念所开发，顺着吉翁公国的妄执，最终也在所罗门处坠落。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2周不见，有点想念，非常高兴你能点进来。这里是解析系列，本次我又带了一台神机，是什么呢？不得了了，还是一台 MA， 不过是一台特殊的 MA。一句话概括就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从它出现到被击毁，也才用了25分钟。出场的时候屌炸天，毁灭的时候吹喇叭。好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生硬。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讲讲结构和故事。先看个片头，我们立马开始。在1年战争期间，反地球联邦组织就有过这么一句传言，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把联邦的总部贾布罗灭了，那地球联邦就完了。这种传言正常人都不会信，但你还别说，咱吉翁个个都是人才，全信了。结果吉翁公国耗尽全国之力搞了一个殖民星坠落计划，看起来很牛逼，结果大狗干。不过咱吉翁也不放弃，为了这个计划，各种各样的攻击方案都提上了日程，而其中的一个就是用超级武器来进行攻击。对，这个超级武器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MA-08 大鸡鸡大扎姆。这是1年战争末期为了攻略贾布罗而开发的超大型 MA， 也被称之为最强的机体。敢称最强，那肯定是有足够的 power。它有超大出力的武装、最强防御系统，还有压倒性的承载量。不行，我这样说还是太笼统了。这样来说吧，看过08小队的对阿普萨拉斯的超大 Mega 粒子炮有印象吧？大扎姆也有。在0083里，还记得绿螳螂和 GP03D 对决，2条完全互殴，最后发现两边都有 I-Field 这样的防御机制。巧了，咱大扎姆也有。除了这2个，它还有多连装 Mega 粒子炮，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简直是无懈可击。单首次出场就灭了联邦9台战舰、21台 MS。不过它也有很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持续时间。这玩意一出场就开始倒计时了，大概在15至20分钟后，这一台机就直接成了废铁，所以它也是属于速战速决的机体。好，这台最强兵器是怎么设计的？大家跟着我往下看。全高为59.6米，重为1021.2吨，同样很大。老样子，我们拿 RX-78-2 高达去对比一下，你看是不是感觉高达都能坐进去了？单拿高达做对比，那也不是太震撼，那我们就拿别的机体来比一下。这一张图就很客观了，按数字的顺序为 RX-78-2、MA-08、MA-05、PNX-000， 最后是咱老朋友 GP03D， 大小直接前列第2名，而整体的造型像长了腿的大眼睛，全身的线条非常的光滑，连钢加农都在它身上划过一跤。我们从上往下看，先是头部，一眼看过去，呀，好大只嘎杂，大家觉得像不像？整个头部位于机体的上方，也就是最高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2根全方位天线，下面的这个位置是脖子，没脖子，整个沿着外围一圈，跟躯体完全连接，属于一体化，看到一体化都不用想了，耐弹性一定强。这个位置为单眼轨道，这一圈都是，所以就算不能转头，侧面和后面的视野也一点问题没有，而且还配置了锁敌功能。在后脑勺这个位置有一个正方形，是的，驾驶舱的入口，里面就是驾驶舱。为什么要在后面呢？不按常理出牌啊！但如果想象一下战斗场面，立马明白。作为面对面打架，从防御性来说，这个后脑勺开门是相当理性的设计。好，都到门口了，不进去看看就不太礼貌了。我们顺着驾驶舱进去，首先看到的是3个座位，这类副座室结构，中间的这个位置为主驾驶，旁边2个为副驾驶，分别为操控、锁敌、射击3个控制板块。有人可能会想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人家 MS 都是1人驾驶全操控。
这里就要说明一下了，人家大扎姆一堆的 Mega 粒子炮，而且机体还发热极快，要控制好它还是比较复杂的。为了让每一个板块都可以精确的控制，3人分别操控係最穩陣嘅。當然，如果駕駛員夠猛，也可以單人駕駛，只要通過計算機輔助和控制系統切換，就可以立馬換成單人駕駛。在動畫中，德茲爾為了保護手下，就說了一句我最欣賞的話，他說：你們先撤，我一個人操控，快逃吧。然後他一人戰鬥到最後。作為薩比家的孩子，他是真的有種。從劇情上來看，明顯這台大扎姆是沒有逃生系統的。好，接下來繼續往下看身軀。這個大身軀一共內置了4台核聚變發動機，總出力直接高達14萬千瓦，這也是很牛逼的記錄。按照這種記錄，1年戰爭後幾乎沒有哪一台 MS 或者 MA 可以超越這項記錄。從外表上來看，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孔，這就是超大型 Mega 粒子炮。這也是原本打算直接用來射毀賈布羅總部的武器。在旁邊有2排孔，看到沒？這就是恐怖的連裝式 Mega 粒子炮，可以直接以大扎姆為中心向四周射擊，能做到無死角攻擊。這些炮裡每一門都是戰艦主炮等級，武器詳情一會武器篇再說，我們快速的過，繼續往下看。在褲襠的位置，你看，我就說它是大雞雞嘛，整個褲襠3個大噴嘴。這是主推進器產生的推力為58萬 kg， 當然對於這台機的重量其實也是比較勉強的，想要艾爾梅斯這樣的高速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要把它推起來還行。在動畫中，它褲襠一射，周圍的 MS 都能噴爆，不過速度是真的慢。除了褲襠，在機體的後面還有4個噴嘴，主要是向前推進時才會用上，跟主推進器是一起的。多少有一點點機動性，也就這麼一點點。好，接下來往下走，大長腿。說到 MA 還有腿，相信很多人會想，對呀，MA 為什麼有腿呢？沒錯，按正常去想 ，MA 確實沒必要有腿。但你想想，這台大扎姆是幹什麼用的？是不是吉翁公國用來攻打賈布羅的？而賈布羅在哪呢？是不是在地球？是不是有重力環境？是不是一下就想通了？是的，這是大扎姆的一大特徵，大長腿。說它大長腿，那是因為真的長，光長度就比一台 MS 還要高，而且還很粗，這也導致2條腿的中彈率極高，閉眼都能射中。在腿的關節處，也就是在這個位置，為重裝甲，腿的關節一共有3個，分別是這些地方，由腿部自身的針腳制動和旋轉制動來驅使。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分離，當然動畫中沒有展示過。接下來繼續往下看，有沒有看到像鳥一樣的爪子？這是腳掌的部分，每一個腳趾都是一顆對空導彈，一共6發。由於體積大，一顆約等於1台 MA， 所以攻擊力可想而知。這是對空導彈的發射機制，發一顆少一顆，不到必要時不用，因為用了就不能走路了。好，具體講完，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台 MA 的駕駛員吧。德茲爾·薩比，看到姓氏就知道，他的老豆就是大名鼎鼎的德金·薩比。作為薩比家的一員，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會想到基連的獨裁，基西利亞的急功近利，而他們的老豆更是叛逆者，基本上一家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各種政治對立一直都沒有消停過。但是有一個人很例外，對，就是德茲爾。他是一個超級討厭政治的人，在他眼裡，政治鬥爭一定會讓吉翁公國體制崩塌，是一切的萬惡之源。與其搞政治，不如踏踏實實做一名軍人，真真正正為吉翁公國出一份力。因為這種想法，導致德茲爾走上了與兄弟姐妹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不過話是這麼說的，但身份還在。作為薩比家這一重身份，他的軍旅可說是一帆風順。不可否認，這裡面確實有薩比家成員的裙帶關係，因為薩比家的領導地位，所以德茲爾也才能出任少將的這個位置。但對於德茲爾來說，他一直都想證明自己靠的是軍人的才幹，而不是靠所謂的家族血統。最後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。在軍人的手腕能力上，魯姆會戰中作為戰艦指揮，他面對戰力相差3倍的情況下，一樣操翻了地球聯邦軍。雖然大多數人都會把功勞歸功於我們的 MS，
但指挥官也是功不可没的。要是换了个傻逼指挥官上去，别说 MS， 大型 MA 都不好使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他一开始就不看好 MS， 最后 MS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他就是打脸，就是没有远见。我想说，人嘛，总是有点意见不合的时候。在经历战役后，他也改变了对 MS 的看法，这一点证明了他不是固执、不懂变通的人。而在军人形象上，他作为优秀的指挥官，不单只有决策上的贡献，同时他还是下属的信赖。同样是下达命令，跟基连和基西利亚不同，德兹尔永远都是站在最前线，鼓舞着下属的士气，有时还会驾驶着自己的 MS， 无视自己的安危，在战场上来回的指挥。在动画中，所罗门被攻陷，为了可以让士兵撤退，他亲自断尾，掩护着士兵。单从这一点，基连和基西利亚连跟他提鞋都不配。所以在士兵敬仰方面，德兹尔妥妥的。好，你是不是开始有点小喜欢这个人物了？现在我带大家一起看看由德兹尔驾驶的大扎姆都打了什么样的战役。第一战也是最后一战，所罗门守卫战。由于白色木马已经跟第3舰队会合，正在向所罗门的方向飞来，而德兹尔也开始清点战力和接受补给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基连啥也没送，就送了一台大扎姆。要知道，大扎姆是当年攻略贾布罗的产物，所以开发延迟，计划又失败，才放在仓库里面吃灰。送来所罗门，感觉就是来敷衍的。德兹尔一副嫌弃地说：“这什么玩意啊，还能动吗？”对方补刀道：“不知道，测试阶段还没做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”德兹尔气得把本子都丢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靠自己了。而联邦这边，白色木马和第3舰队也已经攻了过来，战役开始。联邦开始发球，由公开级突击舰进攻，直接一波导弹就射了过来。解放军一看，什么破玩意，直接开炮射击阻挡。结果导弹一破，里面散出了一层粉末状的东西。这就是联邦的光束隔绝网战术，这也导致要塞所有光束类武器全部阻挡。整个要塞都急了，立马把光束武器换成导弹。MS 全员出动，联邦也开始派出了铁球，吉姆也一台一台的出来。白色木马也开始了，放出了狙装甲、钢加农、钢坦克、高达。阿姆罗还是老样子，大喊一句 "Hoi ball"， 肉搏战正式开始。高达冲在最前面掩护，而钢加农在后面玩狙击。只见钢加农对准一台 MS， 一句哟吼，一炮直接轰爆了一台。就在前方打得正火热，而后方的联邦也没闲着，正在准备一个新武器——太阳炮。只见联邦快速地将一面一面的镜子排列好，然后所有镜子调整角度，顺着3、2、1发射，一个巨光直接炸了一片。整个要塞就像放大镜聚光射出的一个白点，所有的敌军大部分被烧毁，德兹尔被闪得眼睛都睁不开。这下完了，这一场战役打不打得赢不好说，同归于尽都勉强。德兹尔第一时间先送走了企鹅，等到企鹅远离后，亲自来到大扎姆面前，看来只能亲征了。当联邦军赶了过来，咱大扎姆大炮一亮，瞬间一大批敌人炸毁。只见大扎姆裤裆一喷，周围直接寸草不生，连德兹尔自己都惊讶。本来想着盲盒都是垃圾，没想到开出了一个这么变态的武器。为了让要塞的人先撤，大扎姆带着剩下的战斗人员冲到前线。联邦一看，哇，好大只，全体射击，顿时四面八方的光束都射了过来。但大扎姆有 I feel， 全部光束全部无效，顺着一个 Mega 粒子炮反击，一炮一个，然后连装式 Mega 粒子炮齐发，一圈的战舰全部遭殃。看着这台 MS 的强大，德兹尔让部下先走，自己断后，把3个操控模式改成了单人操控。看到这一幕，想想基连和基西利亚，真心的打脸，真的是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连史雷格看了都说，这样的敌人真的下不去手啊。为了突破大扎姆的 I feel 防御，史雷格想出了一个战略，先让高达和狙装甲合体，由狙装甲冲刺，结果被大扎姆的脚趾抓住。高达趁机举枪射击，直射大长腿的内侧。大扎姆菊花一紧，脚趾一用力，狙装甲爆头。史雷格也被压出了驾驶舱。阿姆罗火了，直接冲到大扎姆的裤裆，一炮爆了大扎姆的蛋蛋。
然后跳起抽刀从上往下劈，发现劈不动就直接发懒砸的狂捅。而德兹尔也不甘示弱，手拿机枪跳出驾驶舱，对着高达就射，发泄了自己的不甘。顺着大扎姆的爆炸，德兹尔也顺利杀青，战役结束。看完这场战役，是不是发现这个大块头虽然长得比较凶，但是真的好，真的是值得尊重。好，老样子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台 MA 的武器部分。我们分防御、攻击两部分来说，先从防御的机制开始。I-Field 通常称之为 I 立场，它是一种对光束起效的电磁波膜系统，主要作用就是让一般的 Mega 粒子炮内部进行米诺夫粒子压缩，赋予 Mega 粒子炮的加速和指向性立场。只要让它覆盖在机体的外围，就可以完全隔绝所有的 Mega 粒子炮。在动画中，基本上所有的光束武器，不管是多密集，对大扎姆完全无效。当然，这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攻击必须在立场外才能起效。一旦到了立场内，那就没用了。在动画中，狙装甲带着高达直接近身攻击，一样可以射穿大腿。另外，这个防御机制只针对光束类攻击，一旦转成实弹类攻击，完全无效。接着，我们再看看攻击类，有3个。我们从下往上看，先是大脚趾，每个脚趾3颗，一共6颗。这是一个对空防御导弹，每一个导弹约等于一台 MS 的大小，可以看出这有多大的威力。至于作用嘛，主要是用于近战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防近战的。刚刚说的 I 立场应该都知道吧？像阿姆罗这种靠过来的，吉翁其实早就想到了。这个是发射结构，每发1颗相当于它少1颗脚趾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用了，那就别想走路了。在动画中，狙装甲冲了过来，直接就发射了，还抓住了狙装甲，能一下捏爆。接下来再往上看，2大排连装式 Mega 粒子炮，外围的这一圈都是。至于数量嘛，有2种说法，一种是28门，还有44门的说法，所以可以做到无死角的射击，每一门都相当于战舰等级的威力，出力为 2.1 兆瓦。在动画中，大扎姆跑到敌军的中心位置，一个齐发，世界瞬间安静了。最后是正中央的主炮，大型 Mega 粒子炮，非常的强大，输出是 13.9 兆瓦，不管多大的目标，一击就可以直接射爆。这个武器原本设计是用来攻打贾布罗的，作为攻打要塞的武器，想想都知道它有多强大。这个是它的炮身，炮身是可以调节的，上下左右都可以设定，可以按照战场的需要调整角度。在动画中，由于本身光束比较广，一个发射基本一群 MS 是瞬间的毁灭，而对于大型的战舰也一样，只需要一击。好了，本期的解析就讲到这里，下期我不纠结了，就几问号吧。好，制作不易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吧。